大家好，给大家分享一个收话题：提前房贷信仰持续。上半年六大行个人房贷收益超3000亿元，意味着什么？什么情况下提前房贷更划算？我们来看看网友的评论。站在居民角度，既有一定存款负债的群体，资产荒，各种庞氏结构，暴雷频发，预期收盘收益远不如利息支出，那么房贷就是一个好的选择。所以站在宏观角度来看，信贷创造货币，还债湮灭货币，即便不断下调利率，依旧无法有效刺激市场的信贷。倒是房企白名单内的企业非常缺钱，接某柜员问题写在脸上，依旧是政策性信贷白名单成员。这类次级贷款扣除，正常人的选择自发去杠杆，这就是典型的资产负债衰退前期表现。不计钱还不断还债，如果你秉承大局利益高于交易利益群体，知道大放水理论，那么就不建议提前还债，而且又尽可能把钱交出去投资房子股市。如果钱还不够，可以上杠杆，比如以自己的自有财产为抵押。现在最缺的就是参与者，有利于缓解市场出清期间的阵痛，也算知行合一，支持放水理论，并且自己参与了放水。如果你是普通老百姓，那么就要更精致的算账了。存款收益2%，贷款利率3.85%，一月重新定价的10年利率要更高一些，那么意味着存款的利率利差是185% 左右。那么就不要投资点更高收益的资产？资产荒下还真没有绝对安全的资产，债牛本身就有市场风险和央行调控风险，高股息股票奔着股息去，但也会受到市场过热高位套现之后的回调。简单理解就是干啥都不赚钱，存款收益虽然下调，但依旧是普通人能够接触到的最稳定的预期收益。那么就相当于银行把你存款借给你，从10.85% 的利息，好处在于你有这部分的流动性。以前这不同于在房地产本身就是投资品，增值部分就可以覆盖6%的贷款利率，现在不行了，根本不再放大收益，而是在放大亏损。为了止血，部分人选择抛售，比如今年二手房市场以价换量的成功。另一部分是自然是提前还贷，减轻利息支出。现在不是银行不想放水，银行有巨大的贷款压力，但却是优质的贷款和优质的资金流转，钱都去了以债券养债的方向，未来都是银行的不良贷款风险。而真正无欠责任的居民却在收缩开支的还债，加速市场消费投资的收缩。站在居民角度上就是最优解。一些人总喜欢谈大局观，居民高杠杆下维持信用不违约，都在煎熬，都得不停的卷劳动时间，哪有精力管得了这么多？现在的市场又是充斥矛盾的个体，一面鼓吹大放水，另一面自己都在还债消灭货币供给，死道有不死贫道吗？最后万事都有个度，去杠杆还是要预留基本的家庭开支的空间。手里现金流很多还是从容的，但总比缺钱了在到处欠人情要好。有时人情债比利息更难还。